先别睡，用冰块敷好脸再睡吧。你的脸红肿成这样子，就算你睡了，我也会用冰块帮你敷，反而影响你睡眠。方瑶知道凤晴是不好意思，她在她红肿的脸上亲了亲，心疼的道：我是你的，永远都是你的，不过是想用一下，还不好意思了。谁说我不好意思的？我脸皮厚得很，才没有不好意思呢。你也说了，你是我的，我亲你一下怎么了？就是把你睡了，你也不能反抗我。凤晴不承认自己是不好意思。方瑶拿着冰块帮她敷脸，听着她的话，她笑：欢迎你睡我，什么时候睡都可以，不过能提前通知我一声更好，我可以先洗干净再供你享用，以后要避开一点，两边脸都肿了。凤晴默了默后说道：是我先背叛了他，他生气是应该的，哪怕我认为我做的对，但对于他来说，我就是背叛了他。如果没有我是凤若的话，他的阴谋计划可能已经成功了一半，所以他要教训我，我让他教训，他不会要我的命就行。凤晴说道：撇开其他来说，他和普通的妈妈没什么两样，对别人的孩子他可以无情至极，杀了都不会眨下眼，但对自己的孩子他始终是疼爱的。他说：我若不是他亲生的女儿，早就看不见今天升起来的太阳。凤晴往窗外看去，今天没有太阳，我还是没看见今天的太阳升起来。我跟我妈说了，以后再打我不要打我脸了。还有以后，方瑶低叫，这一次看着他被打，他都心疼死，差点就为了他和家主起冲突。他坚持要他出去，他不得已忍着，才没有真的和家主冲突。凤晴笑了笑，说道：不仅会有下次，可能还会有无数次吧。只要被我知道他的阴谋计划了，我就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，除非他瞒着我。顿了顿，他看着方瑶，现在我身边有你，他做的事很难再瞒着我，不打我脸就行，打残了我无法招婿上门，生不了女儿就没有接班人，那不是他想看到的。被母亲一顿游说后，凤晴摸透了母亲的心理，家主之位母亲不会还给大姨那一支，希望由她接管凤氏的一切，然后将凤氏据为己有，不再供养着族里的人，希望凤氏的一切能够传给子孙后代，都是母亲的后代，所以母亲再生气都不会真要了她的命。用母亲的话说，她坏事做尽，得罪不少族人，也逼走了不少族人，架空族中长辈，让权力集中化，也渐渐让家族产业私有化，变成真正的私人财产。做了那么多，岂能后继无人？那样母亲还拼什么？凤家主也说过，3个儿子但凡有一个能挑大梁的，都不会让凤晴活着。我又不会嫌弃你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小姐，是我的主人，也是他的女人。凤晴笑笑没接话，江城气氛颇为紧张。而远在这一省东城市出差的欧阳雅，刚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，累得她不得不暂停一下工作。出差这段时间，她比在公司里还要累，主要是她想缩短出差的时间，所以天天都是加班加点，深更半夜才能回到酒店休息。第二天很多时候又是如常上班，休息不够，精神状态不佳，每天要喝好几杯咖啡才能撑住。起身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世界。天气冷，大街上行人匆匆，而且人流量也不大。战远说，在管城的话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街道上人流量特别大。也就过年那几天，因为外来工都回家过年了，城市会变得安静，人流量少。就几天时间，等到打工人从家里过来，管城又恢复以往的热闹，人声鼎沸。这几天好在有战远照顾着他的每天3餐，不管他多忙，到了饭点都能吃上饭。这是战远身为厨师的责任，不能耽误他吃饭。他的意思是，就算他还在忙碌，
没有回酒店吃饭，战远也会给他送餐过来，让他吃上新鲜出炉、热气腾腾的饭菜。3餐正常，他似乎胃都没那么痛了。欧阳雅一想到战远，他就忍不住想，战远可能会成为在他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厨师。他天天吃着他做的饭菜，有时候是相同的菜式，他都不会嫌弃，反而会越吃越想吃。这个男人是有2把刷子的，怪不得他自己经营的饭店生意极好。欧阳雅派人去管城调查了战远2次，第一次只是调查战远这个人的人品，得到的是基本资料。第2次重点调查战远名下的那些餐厅饭店的生意，食材的采购新不新鲜，卫生安全问题是否达标。得到的结果让欧阳雅颇为满意。战远是生意人，但他没有为了一点利益以次充好。做什么菜需要用到什么食材，哪怕成本不低，他也不允许用次品代替。故而他的生意做得不错，回头客很高，就是贵。因为他的餐厅饭店用的食材好，所以比其他人的贵。他明码标价了，客人们觉得值得就点菜，不值得可以不来。反正他不会因为别人嫌贵就调低菜价，那样他会亏得裤穿孔的。哪怕战远其实是战家的6少爷，不缺钱也不能天天亏损。他们自己的私人产业如果天天亏损，亏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好转，大哥就会关注一下，给他们一点建议去救一救。若是救不起来，就让他们放弃，及时止损，不会让他们一直亏下去的。兄弟多，若是各个创业都不停的亏损，就是战家的祖产都不够亏的。欧阳雅的手机响了，她的手机放在办公桌上，此刻站在窗前的她不得不走回桌子前，看来电显示是欧阳婷，她才拿起手机，在黑色的转动椅坐下来，接听了欧阳婷的来电。有事？欧阳雅问道。没事，就不能打电话给大姐了。大姐出差几天都不跟家里联系一下，我们也会想大姐的吗？欧阳婷在电话里笑嘻嘻的，抱怨长姐不给家里打电话。忙。欧阳雅回复了妹妹，我知道姐天天都忙，晚上就不能抽个空打电话回家，家里人都惦记着姐，特别是你弟弟，天天念叨问大姐什么时候回家，其实是念着战远的好厨艺。欧阳雅出差带走战远，对小家伙来说那是天都塌了。战远身上有一股亲和力，做菜又好吃，欧阳家那2位少爷特别喜欢战远。当然这话不能跟大姐说，所以他们就说想姐姐了。自己的弟弟是什么德行，欧阳雅哪有不知道的。她笑了笑说道，怕是惦记着战远做的饭菜吧。战远不在也不会饿着他们，家里不止战远一个厨师的，严格来说战远是属于他的个人专用厨师，家里人是沾了他的光才能吃到战远烧的菜。其他厨师或许没有战远这样的本事，但也可以媲比5星级酒店大厨的。欧阳家的人精吃，但没有欧阳雅这般挑食。其他厨师做菜他们一样能吃得下，还真是惦记着战远呢，我都怀念他做的点心，熬的汤，炒的菜。姐，你说他年纪轻轻的，咋就能做的那么好吃的？欧阳雅说道，他都说了，他从小就喜欢做菜，这是他的爱好，若不是为了爱好，他也不会跑到我们家当厨师，挑战自己。每天看战远都干劲十足，专心钻研各式菜系，同一道菜他会用各种菜系的方式尝试，所以有时候他给他准备的菜式和昨天相同，他都能吃下去，就是因为他用了不同的配料，烧出来的菜味道就会不一样。反正战远成了他的私厨后，虽说时间不长，却比以前那些私厨好太多，至少他现在没有吃腻他做的菜，有时候还会期待一下战远又带给他什么惊喜。你就不惦记着他这个人？欧阳雅打趣了妹妹一句，大姐你又来了，我都说了
我是纯粹的欣赏，又不是爱上他。不过他这么优秀，要是熟悉了，了解后相处时间长，我会不会爱上他就不好说了。欧阳雅笑道，欣赏可以是爱的开始，他是真心不错。啧。欧阳婷在电话里不停地啧有声的，想说啥就说啥，少在这里啧的。欧阳婷笑，我怕说了大姐会顺着无线电波爬过来掐死我。我怎么觉得大姐才出差几天，与战远单独相处了几天，就开始夸赞战远了。战远的魅力真牛呀，连我清心寡欲的姐姐都能征服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就人论人。难道你不觉得他优秀？还是你不停在我面前夸他，说他多优秀的呢？欧阳雅故意一脸严肃的，姐正是警告你哈，少将我和战远扯到一块儿去，这种玩笑开不得，姐不喜欢。姐说过，你若是喜欢他，姐不会拦着，也会想办法帮你如愿，让家里长辈都同意。因为战远是管城人，离他们那里太远了。欧阳雅很清楚，家里长辈不赞成她姐妹俩远嫁。现在家里的生意主要是靠着她和老二打理，老三老四他们能力差一点，年纪也轻，目前是无法接管家族生意的，除非两个弟弟能在10来岁就能接管家族事业，否则他和欧阳婷还得为家族做牛做马。谁叫欧阳家阴盛阳衰呢？他当年也是花了不少时间，受过不少委屈，才能在商界站稳脚跟，有了今天的地位。欧阳婷笑道，姐，我也说过，我真的不爱战远，不扯这些缥缈的话题了，咱们就算摸过了战远的老底，对他这个人其实还不算了解，想那么多做什么？这几天大姐3餐正常吧？欧阳雅嗯了一声，有人追着喂饭，我的胃都舒服了很多，你不用担心姐，在家里好好当着家，管着公司的事，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。咱们隔壁市的龙氏家族想合作，当家人龙先生来找过我2次了，不过洽谈的不是很愉快，我不太喜欢跟龙氏家族合作。欧阳婷继续说道，总觉得龙先生不是什么好人，也讨厌他看我的时候夹杂着其他意图。欧阳雅脸色一沉，不想合作就不必要再跟他们洽谈。龙氏家族丑闻多，现任当家人是白眼狼上位，家族内部大洗牌过一次，况且现任家主就算坐在家主位置上，也仅是个代理家主，他没有龙氏家族的龙图腾，也没有家主的专用章，也没有令牌，所以他只能是代理家主，名不正言不顺。家族里并非表面的那样上下一条心，只不过是被他杀怕了而已。那人还特别好色，以前就试探过我，想跟我们合作，还想让我成为他的女人，说可以离婚娶我，让我当老婆，好像当他的老婆是天大的恩赐似的，还说我们2大集团若是合作，就是强强联手，打遍天下商界无敌手。欧阳雅姐妹里说着的龙先生，就是包养宁思琪的那个龙先生，被我拒绝了。他还想在生意上打压报复我们，被我以牙还牙后，他就老实了。欧阳雅以一介女流爬起来的，撑住欧阳家族可不是省油的灯。龙先生以为欧阳雅年轻，不将她放在眼里，既想合作做生意，还想霸占人家年轻的姑娘，结果被欧阳雅教他做人，让他知道欧阳家族就算男丁少，那些女儿们也不可轻视。欧阳家族在 A 市始终是龙头老大，欧阳雅坐稳江山后，人脉也强大。龙先生遭到还击后，深知欧阳雅的不好惹，老实了几年。没想到欧阳雅出差不在公司里，龙先生竟然卷土重来，想趁欧阳雅不在，游说欧阳婷跟他合作。内色心也不死，还想打欧阳婷的主意。欧阳婷又不是傻子，她是没有长姐那样的威严，但脑瓜子一点不输于长姐。龙先生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，但要落空了。
他再来的话，我就跟他明说了，不合作，不想再见他。欧阳婷是真的很不喜欢龙先生看他的眼神，一把年纪了，却像个老色狼似的，说话听着正经，却又夹着点调戏，所以让欧阳婷厌恶，忍不住跟长姐吐槽一下。欧阳雅说道，要是他还不死心，就跟他说想与我们欧阳家合作，可以请他们真正的家主过来跟我们谈合作的是吧？他只是代理家主，等到真正的家主回来，他是做不了主，画不了事的。欧阳婷扑哧的笑，姐，这些话对龙先生说了，他能气得原地爆炸。谁都知道他做梦都想成为严正明顺的当家人，可惜他就是没有那个图腾，也没有令牌及专章，就算他收买再多人，他都不是真正的当家人，名不正言不顺的。龙家那边嘛，这么多年来若是讨好龙先生的，直接称呼他龙家主，正直一点的人则是驳斥他不是龙家的当家人。原来的当家人几年前就被灭了个满门，是谁灭的，懂的都懂。他这么多年来不停地折腾，不就是想找到图腾、令牌以及专章？那些东西应该被原来的家主带走了吧？那么厉害的人，我是不相信全家被团灭的了，肯定有人逃出去了。听说原先的当家人有个小儿子，被保姆保护着逃离了，就是不知道那孩子现在在哪里。不过事情才过去几年，那个孩子在惨剧发生时都不知道满周岁了没有，还活着的话顶多也就是3、4岁大，3、4岁的孩子才上幼儿园，哪能挑起重担，更不要说查明当年的惨剧真相了。欧阳雅反而希望那个孩子一辈子不要知道真相，没有父母庇护，失去了所有的他，就算被人捡到收养了，再优秀也很难跟现在的龙先生抗衡，稍有不慎，那个孩子就会跟家人团聚，他的父母家人拼尽全力才将他送走，保住了他的小命，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，再结婚生子，过平淡幸福的日子。豪门大族里矛盾多，斗争多，维权为利斗个你死我活，堪比宫斗大剧。特别是那些传承了100年以上，还残留着不少封建思想的大家族，听说江城那边的一个就是大家族，现在就内斗的严重，情况跟龙氏家族颇为相似。江城那个就是大家族，发生惨剧是在几十年前，龙家则是在数年前。欧阳雅怀疑龙家是从江城那个家族那里学来的夺位方法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总有一天那个老色狼做过的恶事都会被曝光的。现在龙先生就像凤家主一样，他做过的事很多人都在传，但没有人能拿出有用的证据证明他是灭人家满门的凶手。凤家主是几十年前做的，不好找证据，龙先生还是最近几年才做的，想找证据还是有点机会的，就看有没有人愿意为被灭满门的人讨个公道了。婷婷，先不和你聊了，我再忙几天就可以回去，站远给我送餐了。欧阳雅说着就要挂电话，听到妹妹在电话那边调侃着，我怎么从大姐的话里听出了一丝丝的期待？对，我是挺期待的。欧阳雅却大方地承认了，她是对站远今天为她准备的饭菜挺期待的，期待他又做出新鲜的菜式，新鲜独特的口味，满足他挑剔的食欲。少拿大姐来开玩笑。欧阳雅说了妹妹一句，便结束了通话。她刚放下手机，就响起了敲门声。进来。欧阳雅边应着边起身，走到沙发前坐下来。站远推门而入，带来的是他的午餐。大小姐，到午餐饭点了。站远将刚做好的饭菜一一摆放在茶几上，只有欧阳雅一个人吃，她只准备了3菜1汤，而且都是一个人的饭量。欧阳雅嘴挑，能让她吃得欢喜的并不多。
故而他饭量并不大。欧阳雅看向今天的菜式已经换了，不再是昨天的菜式，不过依然色香味俱全。站远体贴地帮他盛了半碗汤，让他先喝汤暖暖身子。其实室内有暖气，欧阳雅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她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日常的工作服，并没有另外再加厚外套，就是出门也不需要。坐着电梯直下停车场，车上也有暖气，除非是去负责生产的工厂视察，她才需要穿件厚外套。东城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走一走，不必天天待在酒店里。欧阳雅觉得将站远困在酒店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毕竟站远不是单纯的厨师，人家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。走出了欧阳家，站远也是被别人称为站总的，因为知道了站远的底细。欧阳雅对站远的态度始终不一样，她敬佩那些凭着自己的本事打下一片江山的成功人士，站远属于其中之一。欧阳雅自己是有能力，但觉得自己是命好，含着金汤匙投胎到欧阳家当了大小姐，有机会有资本接受最好的教育，接管祖宗们打下来的庞大江山。如果让她自己创业白手起家的话，欧阳雅不知道自己要花多少年的时间才能爬起来拥有自己的江山。站远说到市中心好玩的地方，空闲时我都去过了郊区的景区，我就不去了，离市区有点远，赶不回来给大小姐做饭。我能跟着大小姐来东城，就是为了照顾大小姐的每日三餐的，不让大小姐饿肚子才是我的主要职责。站远除了喜欢做菜，也喜欢旅游摄影，他餐厅里的菜谱都是他拍出来做成的菜谱。不过他现在要负责欧阳雅的每天三餐，不宜走太远，便只能在市区里逛逛。我还买了些东城特产，尝过觉得味道不错才买的，带点回去给大家尝尝。他也去吃过东城的特色菜、特色小吃，未必有他做的菜好吃，不过可以品尝一下其他特色菜，尝多了对他做菜也有帮助。欧阳雅有时候会指出他做的菜式哪里有点问题，他改正后再吃相同的菜，自我感觉的确是更好吃一点。站远便庆幸自己知道奶奶给他挑中的媳妇人选是欧阳雅后，就马上行动起来，千里迢迢地跑过来给欧阳雅当司赶，既有挑战性，也能让自己的厨艺更上一层楼。欧阳雅笑了笑说道，你还会买特产呀？我偶尔有空出门散散心，都没有想过买特产，可能是我嘴巴刁，不觉得好吃就不想买吧。各地的特色菜、小吃，欧阳雅能吃下去的并不多。我每去一个地方，都会买点当地的特产回去给家里人尝尝，有时候买多了，也会给亲戚朋友们送一份。站远说话总是带着笑，被他含笑看着的时候，很容易生出错觉，以为他喜欢自己。欧阳雅这般冷静的人，老是面对着温润如玉的站远，都会心情愉悦。也怪不得他的妹妹初见站远就对站远特别有好感，时不时都要夸上两句，以至于他总觉得妹妹是喜欢了站远。你吃过了吗？欧阳雅敛回了视线，不与站远对视。她优雅地享受着她的午餐，很满意站远给她准备的午餐。我等会儿再吃。站远喜欢看着自家媳妇优雅地品尝着她为他做的饭菜，心里想着她天生爱早菜，可能就是为了欧阳雅的。奶奶也厉害，千挑万选，不惜跑千里，给她挑了一个嘴巴刁钻的媳妇儿。要不是她厨艺了得，这个媳妇儿她怕是拿不下来，到时候就像四哥那样，放弃奶奶给他们选定的媳妇人选，自己去追一个。站远觉得自己去挑去追求挺费时间的，还是顺着奶奶铺好的红线走吧，至少有个目标，不用自己花时间去挑选，省事点。有那个时间，他
他还不如多烧几道菜呢。对于爱做菜的战远来说，他是宁愿窝在厨房里做菜，也不想去相亲去追妻的，除非未来的老婆对他来说很有挑战性，例如像欧阳雅这样的。总之，战远现在看着欧阳雅，只有一种想法，他要是娶不到欧阳雅，欧阳雅可能会一辈子不嫁人，当一辈子的老姑婆。欧阳雅往自己脸上贴的金真多呀。战远看着欧阳雅吃饭不说，还看得专心致志的，眉眼温柔。不知情的人肯定会说他是在看心爱的人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我觉得在你的眼里，我成了一盘美味的佳肴。欧阳雅不得不说他一句，被他这样盯着，定力很好的欧阳雅都有点崩了。大小姐吃东西很斯文，很好看。我当厨师的，就喜欢看着食客愉悦的，享受我做出来的美味佳肴。战远不会傻到告诉欧阳雅，她是他的未来媳妇儿，现在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。他是把欧阳雅当成自家媳妇儿来宠着，但是欧阳雅却是把他当成厨师的。要是说了出来，欧阳雅马上就会把他辞退了。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：晚上我回酒店吃，你不用送过来了。还有晚餐我们一起吃吧，你别再盯着我吃。他有点受影响了，他盯着他吃，让他觉得他想把他吃了一样。战远温声应着，好，只要大小姐不嫌弃我吃相不好看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你这个人看上去修养素质都非常高，人又显得温润如玉的。虽说我还没有与你同桌吃过饭，猜测你吃相不会难看。战远笑笑，心里夸赞着，不愧是我战远的老婆，眼光独到，看得真准。欧阳雅，谁是你老婆了？对了，有件事我想提前了解一下。战远温和地看着他，等着他问话。过年你要回你老家过年吗？从我们那里回管城很远呢，听说你们管城的冬天都不冷的。战远答道，我回老家过年。大小姐的三餐有着落吗？有的话，我还是想回去一趟，我奶奶年纪大了，她老人家就盼着过年过节。我们堂兄弟们都能回家，平时我们为了生活各奔东西的，很难兄弟几个都聚在一起。这话战远没有撒谎。调查过战远的欧阳雅，知道战远亲兄弟2人，但堂兄弟好几个，加上堂兄弟的话，他们有9兄弟，没有一个姐妹，跟他家完全相反。他家里是阴盛阳衰，战远家里是阳盛阴衰。让长辈们知道战远那么多的兄弟，得羡慕死战家的风水。你们还是住在一起吗？欧阳雅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问了句。回老家我们还是住在一起的，住在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里，平时我们兄弟都是在上班地方附近，或买或租公寓住着，方便上班。欧阳雅又问了句，你兄弟姐妹几人？我这一代兄弟一共9人，我排第6，我兄长们都是叫我老六的。我没有姐妹，我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女儿了，有女儿的女儿都会养不大。我奶奶总说她生了3个儿子，3个儿子给她添了9个孙子，没有一个儿媳妇给她老人家添个孙女的，盼孙女盼的头发花白了也没有盼到，现在又开始盼曾孙女了。欧阳雅已经吃了一半，平时吃饭她是食不言，吃饭速度也快，这一次是因为战远老看着她，让她有点不自在，才会找着日常话题和战远聊一聊。孙女太多，当奶奶的也发愁的，像我爷爷奶奶就是那样，盼着抱孙子，结果他们的儿媳妇生的一个是孙女，2个还是孙女，我算上堂姐妹也有6、7个吧。我爸妈都对生儿子死亡了，没想到后面又有了我弟弟，我妈都是高龄生了我弟的。欧阳雅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，我们家对待女儿也不是说不好，但是长辈还是盼着有个儿子。
觉得家族企业该留给儿子继承。若是实在生不出儿子，他们才会考虑让女儿接班。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，就是这样接管家族生意的。欧阳雅若是有哥哥或者弟弟只比他小上1-2岁的话，坐在总裁之位的人绝对不会是他，除非他的兄弟们都是傻子，否则长辈都会让儿子接班，让女儿从旁协助，当一个辅助大臣的。战远不好接话，其实我家里的长辈还是有点重男轻女的。我弟才几岁大，等他长大成人，还要10几年，在他还不能接班之前，我和阿婷真要嫁人，都只能嫁本地的。欧阳雅说到这里便没有再说下去。战远说道，就算你弟弟长大了，他也未必有能力接班呀。你是女儿，但也是欧阳家的，你有这个能力接班，何必纠结儿女接班？他们战家就没有那种想法。奶奶说的兄弟几个都有能力的话，就是老大接班，若是老大没有能力，就挑最有能力的那个接班，不一定要长子长孙的，主要看能力。若是有个女儿能接班，女儿愿意接班的话，当然可以，不愿意接班就不勉强。以他们家长辈对女儿的渴望来看，战远觉得就算他将来有侄女或者女儿，家里长辈都舍不得让女娃子接班的，知道当家人太累，舍不得让他们的宝贝疙瘩累坏了。欧阳雅吃饱喝足后放下了碗筷，抽着餐巾纸擦拭嘴巴，淡淡的道，若是他们实在没有本事接管家族事业，公司依旧会是我们管着，但是股份大头会给2个弟弟，我们这些姐妹只能分到1点吧，不让我们白干活，但又不能完全继承家族企业，股份还是由我的弟弟们传给子孙后代，就是欧阳家的公司股份，现在大部分都还是在他长辈的手里，他和欧阳婷只占了小部分，他比欧阳婷占的股份更多一点。我也不在乎那些已经有了经验，也有资金，我自己投资开公司，等到我弟弟能接班时，我脱离了欧阳家族，依旧能傲视商界。为了不与弟弟抢生意，欧阳雅自己投资开的公司并不在 X 省的 A 市，而是在其他大城市。目前她个人身价也不菲，属于女富婆系列。当然，她若是想一直管着欧阳家的一切也不是不可以。他弟弟才几岁大，10几年后才能接班，还不一定有能力接班。他不想交出去，弟弟都拿他没办法。只是弟弟从出生到现在，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他也疼那个小家伙。欧阳雅就不想做那样的事，反正利用他现在的身份及拥有的个人资金，他已经投资建了不少公司，公司的生意也逐渐步入正轨，他替自己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，就没有那样的心思了，反而盼着弟弟快点长大好接班，他能够专心打理自己的产业。战远欣赏地道，大小姐是个独立自强的人，我很欣赏大小姐这样的女孩子，她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拥有的个人资金，投资个人的生意。她的生意版图与战氏集团没有太多的牵扯，等于是离了战氏集团，她的生意都能正常经营下去。欧阳雅笑了笑，你也是我欣赏的人，很少做到了大老总的人，还能为了提升自己放下身份地位，千里迢迢跑来给我当厨师的。很多人来应聘欧阳家的厨师，都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或者有了名气后再去开餐厅，实现当老板的目的。这么多年来，进入欧阳家当私厨的人那么多，最年轻的、最有能力的，也很纯粹的人，只有战远。我算什么？在管城，我战远连跟葱都算不上。管城的大家族很多，大老板也很多，他不过是战家的6少爷，见过他并知道他的人都没有多少个，这是事实。在管城提到战家的少爷，大家知道的都是他大哥，除了大哥、2哥和3哥也有点名声，从4哥开始大家就不太熟悉了。
兄弟几个越年轻的，越没有人认识。像老九在学校里，都没有人知道他是战家的九少爷。上流社会的人见过老九的人也没几个。奶奶对他们的保护是在未踏入社会之前，绝不让外界任何力量干扰他们的生活。等到他们不想再读书继续深造时，需要工作了，奶奶才会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宴会，露几次面，让大家知道他们是战家的某位少爷。至于大家能否记得住他们，那得看他们的能力有多大，在管城的影响力有多大了。如果他们说要从基层做起，奶奶也不会带他们参加宴会，就让他们以普通人的身份一点点地爬起来。听他这样说，欧阳雅颇为向往。这么说，管城有很大的商机，看是涉及什么行业吧。近2年来，生意不好做，各行各业都饱和了，除非是同行合作，否则想在管城爬起来挺难的。欧阳雅顿了顿，说道：“也是，就和我们这边一样。我吃饱了今天的饭菜，暂时没有吃出问题。上次给你提出来的，你都改了过来，我觉得很好。”战远起身收拾碗筷，得到他一句很好，战远俊美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。谢谢大小姐的点评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争取每做一道菜都能让大小姐满意，吃了还想吃。收拾好碗筷后，战远很快便退出了欧阳雅的办公室，他回酒店吃饭。由于要照顾欧阳雅的胃口，他都是单独准备他的饭菜。等他吃饱喝足，他回到了酒店，就在酒店里吃，尝尝别人烧的饭菜也挺好的。有时候他则是自己烧2道菜，简单的吃点。他爱做菜，做的菜好吃，不过他不挑食。可能是很多时候他都是自己做饭喂饱自己吧，自己还能挑自己的刺儿不成？在酒店的房间里，战远靠坐在沙发上，打开微信，找到母亲的微信，点了视频通话。唐君业很快就接听了小儿子的视频通话。妈，战远笑着叫了一声。唐君业看到视频里的儿子，也是满脸笑容，但见小儿子穿得很少，关心地问：“你穿这么少，冷吗？”“不冷，房里有暖气。”“妈，最近你和我爸在忙什么？”“我没空打电话，你们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我可想死爸妈了。”唐君业笑着嗔责儿子，就是嘴上说想爸妈，真想爸妈也不会跑那么远了。家里来了贵客，这2天我们都在陪贵客，他们明天就走了，家里又要恢复宁静，就盼着过年你们都回来，家里才能热闹点。哎，一个家庭没有几个小孩子都热闹不起来。战远笑道：“明年过年，咱们家绝对会热热闹闹的，到时候妈会被你的孙子吵得脑壳都痛呢。小娃娃可不好带。”唐君业说道：“再不好带，我和你爸也喜欢带孙，你们抓紧点生娃就是。”战远，我和欧阳雅8字都还没有一撇呢，不过他欣赏我。